今天啊，我来讲一讲纳尔纳西事件啊。最近一段时间啊，总是有人在我的节目下面讲啊，说王局啊，你讲一讲纳尔纳西事件啊，你别是不敢讲吧，你别是投鼠忌器吧，有点阴阳怪气。我听出来了啊。熟悉这个新闻的人都知道啊，纳尔纳西的父亲呢叫塞纳，塞纳早年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当过制片人，而我呢，曾经在新闻调查栏目当过主持人，所以呢，有人就说了，你看塞纳是你的老领导。你平时王局在网上讲社会新闻的时候，讲的协和4+4什么董希颖的时候，你讲的这个义愤填膺的，但涉及到你自己的老领导，你别是亲近相隐，你别是你就不敢讲啊。嗨，我过去啊曾经讲过啊，我离开央视啊，不会讲我央视过去同事的隐私，因为啊央视的那些主持人呐、同事之间啊，确实有很多人愿意八卦啊，但是我觉得讲这些东西挺没品的。但纳尔纳西的事件最近几天啊，我也一直在观察这件事情啊，情况有点特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新闻，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我今天啊，就是来讲一讲纳尔纳西事件。他在北京上中学，但是通过内蒙古定向委培政策考入了国内一流的艺术院校。他享受了降分录取和毕业包分配的红利，但是毕业后却没有按协议返回内蒙古工作，而是出国去了挪威留学，疑似被聘为助教，但是却以艺人身份活跃于娱乐圈。这几个但是啊，每一个都是普通人难以跨越的障碍。但是纳尔纳西的每一次转身都非常丝滑。这纳尔纳西啊，是这个最近演的一部电视剧叫《长安的荔枝》啊，好像中间的一个主角啊。这部电视剧我也没看过，为了了解这个新闻呢，我看了一眼，据说啊，他是这个电视剧中间的一个主角啊。我看网上的评论这个纳尔纳西啊，说她是一个辨识度非常高的女演员。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啊。形容一个女演员啊，如果说她的辨识度比较高，一般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长得不是很漂亮。第二呢，就是演的这种类型啊比较有特点。这个纳尔纳西基本就是这样一个女演员啊。她过去啊好像也演过什么《封神榜》啊什么之类的啊，演了很多年，但真正出名都是到这2年才开始出名啊。那么纳尔纳西这次《长安的荔枝》不是火了吗？火了之后，就围绕着这名女演员啊，在今年6月10号左右，网上就出现了很多关于她的传言。这些传言和质疑啊，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说纳尔纳西啊，他是个蒙古族，他当年是个高考移民，明明是北京的，后来跑回到了蒙古这个地方去参加高考啊，最后占用了少数民族的名额。这第一个方面，高考移民嘛。第二个方面就说这纳尔纳西啊是个学渣，考大学的时候考了100多分，然后最后呢，一般的大学肯定考不上啊，最后考到哪儿了？考到上海戏剧学院的内蒙古的委培班。这个委培班呢，当时就很多网民就讲了啊，说当年纳尔纳西的妈妈就上的这个上海戏剧学院的内蒙古的委培班，事隔20多年，他的女儿又上了这个上海戏剧学院的委培班，招生的人就是他妈妈当年的同学，而且啊，当年的这个委培班呢，只招了他妈一个人，现如今就是纳尔纳西上这个上海戏剧学院的委培班的时候，又只招了他女儿一个人。你看，事隔20多年啊，这个委培班只招了2个人，就是为这母女2个人专门设的，这还不是妥妥的权贵专门为他开设的一个特殊的通道吗？跟那协和4+4几乎是同一个道理啊。第三，更重要的是啊，他这个委培班呢，按照规定毕业之后应该回内蒙工作，因为委培的嘛，因为内蒙出钱培养你嘛。但是呢，纳尔纳西没回去，到了挪威留学之后，又到了上海戏剧学院当了助教，利用上海戏剧学院助教的身份到演艺界去发展，把体制内外的好处都占遍了，一直到现在终于大红大紫了。主要这3个方面啊。那么呢，最近几天啊，围绕着纳尔纳西的事情呢，有媒体去采访上海戏剧学院。后来呢，在6月21号的时候，内蒙古呢也专门发了一个通告。我看了一下这些通告，我呢会来分析一下这份通报。但是在分析这份通报之前呢，我先来讲一讲我过去的这个同事塞纳啊。因为纳尔纳西事件啊，大家对他的质疑都说，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关照，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塞纳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高管呐，利用中央电视台高管这样的一个身份，为自己的女儿赢得了这些不当利益。那么塞纳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中央电视台的高管呢？我现在就来讲一讲啊。我呢是2011年到新闻调查当的主持人啊，而塞纳在2003年的时候就离开了新闻调查，所以呢，他实际上在工作上跟我没什么交集。
做这期节目呢，我跟他也没什么联系啊，我纯粹是基于我对他本身的一些了解来讲述这个他的背景啊。塞纳呢，早年是内蒙古电视台的一个编导，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到北京投奔新闻评论部，到新闻调查当了一名编导。这新闻调查当年第一任制片人叫夏俊和王坚平，这夏俊大名鼎鼎，河商电视剧的总导演。当年新闻调查这个阵容非常豪华，他的策划团队都有谁呢？有钱刚，有这个中京报的冰点的主编李大同，还有呢就是那个于丹，后来大红大紫的于丹都是新闻调查的策划。后来在99年的时候这王坚平跟夏俊呢就一起下海了，到北京电视台创办了一个北京生活频道。就在这个时候呢，塞纳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新闻调查的制片人。这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呢，在中央电视台是个什么级别呢？很多人不知道它实际上是个正科级。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副部级单位台长是副部级嘛，现在是正部级在台长下面一般设各个中心，新闻中心什么海外中心经济中心这中心呢，当时是副局级、正局级中心下面设各个部门，像你比如说我们新闻中心下面又设为评论部什么采访部我们是在新闻评论部。新闻评论部呢是个正处级单位。这新闻调查这制片人，这下面分为各个栏目是正科级。这就是塞纳当时在新闻调查所做的工作的这个行政级别塞纳你别看他在新闻调查做了制片人，他其实就是个临时工，跟我一样中央电视台在编制上分为几类人第一是正式员工，就是有事业编的，大概4000人，然后还有一些台聘的人数不是特别多，1、2千，剩下大部分人都是起聘，还有栏目聘，这些人通通可以归结为临时工。出入证的颜色都不一样，像我们在中央电视台一开始拿的出入证都是蓝色的，人家正式员工都是白色的牌到那食堂吃饭拿的那个餐券都不一样。我们当时每3个月发的劳保就是一些洗漱用品呢，正式员工有，像我们临时工就没有后来我们评论部的领导觉得看不过去了就觉得用自己的经费买下来了这些劳保，给我们这些临时工也一人发一份。所以你别看塞纳在新闻调查当制片人，但他其实就是个临时工。中央电视台既帮他解决不了户口，也帮他解决不了档案，就是一个生产队长，领着大家去干活的。干活过程中，如果干得好了有奖励，干不好还要受罚。2003年的时候，新闻调查迎来了高光时刻。那一年大家都知道，北京非典的时候新闻调查的主持人柴静带领团队进入到了北大人民医院的隔离区，采访那些隔离区里的医生。当时在全国引起了轰动然后把那个先脱防护服，先脱防护服。我们刚刚从这个重疑病人的这个病区出来，大概走了2个病房，然后检查了今天下午要求检查的7个另外一名主持人呢叫王志，王志呢采访了北京市长王岐山。王岐山这个采访当时他是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结束之后给中央电视台留了50分钟的时间，王志就用这50分钟的时间问了王岐山许多尖锐的问题。今天记者问的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你最害怕的问题，你最害怕问的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最重要的就是污染源的切断。你上任10天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这些措施，北京日报给我标出来了，叫军中无戏言。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感染的人数在不断的上升。现在的措施要对今后的10天起作用。这医疗的条件本身是有一个估计，也让我们非常。这期节目最后播出的时候，标题我至今还记得，叫做“军令无戏言”。在非典时期可谓是风光无限那么在这个非典结束之后塞纳当时就有一个感受，他说王志采访王岐山这期节目跟新闻调查原先的节目形态不一样。因为原先新闻调查的节目就一个新闻选题，会采访这个选题中间许许多多的当事人，可能采访10-20人。但王志采访王岐山就是一个人采访北京市市长，就是用记者的质疑的方式把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提出来了。这个记者采访的张力足够的强，节目也非常精彩，非常有魅力。所以他敏锐地意识到实际上一个新的节目形态其实更有发展空间。所以在2003年非典结束之后，他呢就提出创办一个新的节目，这个新的节目就叫面对面，就是围绕着王志专门组织一档新闻专访节目。于是呢他就离开了新闻调查，创办了这个面对面。
面对面的制片人是塞纳，副制片人是王志。这个节目啊，刚刚成立不久，也很快就火了。王志当时采访了刘书威，是吧？采访了这个牛群，采访了这个胡润排行榜的这个负责人胡润等等啊。节目火了之后啊，就出了点问题。什么问题呢？王志当年啊，跟塞纳一样，也是临时工，也是一个起聘的员工。这个时候节目火了，在中央电视台就有发言权了。于是他就跟组织提出来，他想由起聘变成台聘，有资本了嘛？那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他想当制片人，不想当副制片人。但是由于当时王志如日中天呢，那组织上呢被逼无奈，就同意了王志的这个做法。于是乎，塞纳黯然离开面对面。塞纳离开面对面之后非常尴尬，因为当时新闻调查已经有制片人了，他回不去了。是当时新闻评论部每一个栏目都有制片人，你塞纳往哪安排啊？当年新闻评论部的主任叫梁建增，就为塞纳专门成立了一个栏目，这个栏目啊叫做节目研发组。当年啊，我是新闻会客厅的主编，那个时候部里头每周要开例会，例会的时候呢，就是各个栏目的制片人啊、主编一起开会，我就在那个例会上，经常能跟塞纳在一起开会。那个时候的塞纳应该说是郁郁不得志。你想啊，自己从一个如日中天栏目的制片人变成一个清水衙门，你想他那个所谓的节目研发组就他一个人，有的时候带1-2个人，然后搞什么研发呀？实际上就是给他一个安慰性的位置，维持了他一个制片人的这个待遇而已啊。后来啊，他还管过一些什么特别节目啊。再后来就焦力到中央电视台当台长了。焦力就说中央电视台这个干部系统老化，50岁以上的制片人都退2线，给年轻人腾位置。于是这个时候呢，塞纳的制片人也没有了。这些退2线的制片人呢，平时啊你也不用来中央电视台工作，说白了就是中央电视台啊维持你的工资待遇，养着你嘛，但是呢也不需要你上班了。塞纳这个时候就退了2线。再过几年，后来又换了台长，台长就说了，好像是有一大批人不上班，这也不行啊，这些人必须得上班啊。于是呢，塞纳又回到中央电视台啊，被任命为驻日的一个普通的记者，一直干了2年之后呢，就退休了。这就是塞纳在整个中央电视台的职业生涯。我一直认为啊，塞纳的工作能力挺强的，而中央电视台其实对他有所亏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后来有很多比他能力差的人呢，都升到了评论部的主任啊、副主任，但是他当年是新闻调查的制片人，这个结果呢还没升上去，最后就是以几乎一个普通记者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退休。各位说，这样的人是一个中央电视台的高管吗？这就是社会上传言的那个纳尔纳西的父亲，那个为他女儿啊一路开绿灯的那个央视高管塞纳。说完塞纳的背景啊，我来分析分析纳尔纳西的这几条传言啊。首先第一点啊，大家都知道，6月21号，内蒙古的教育厅啊发了一个通报，这个通报里围绕着纳尔纳西的很多事情呢做了澄清。首先第一点我要讲一下，纳尔纳西根本不是高考移民。就在这个报告里头，大家可以看一下，纳尔纳西是1989年出生，1990年跟他父母落户在了呼和浩特，这之后他的户籍一直在内蒙古，没有迁到北京。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塞纳实际上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临时工，中央电视台根本不可能把他的户口搞到北京去。那么呢，我猜啊，纳尔纳西一定是跟他的父母在北京长大。他后来初中和高中不是在北京的11中上吗？那么后来在08年的时候，他回到了内蒙古参加高考。要知道啊，他在北京虽然上了初中和高中，他是没有资格在北京参加高考的，所以他只能回到内蒙古参加高考。那么08年他在内蒙古参加高考的时候，他以呼市第8中学的学生的身份参加高考，但实际上他在第8中学并没有学籍，所以这个调查报告说他这个高考的材料造假。所以啊，这里头澄清一点，就是他不是高考移民，他就是内蒙古的户籍，他就应该在内蒙古参加高考。那么有人说了，他这不是造假吗？咱先说造假之前啊，是个高考移民啊。这高考移民啊，都是从高考所谓的难的地方向容易的地方移民。你像你北京市的人要往内蒙古移民，没听说过。为什么？因为内蒙古的高考分数可比北京高多了。内蒙古你别看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但是它高考录取分数并不低，它跟西藏跟新疆可不一样啊。
你要从河南移民到北京可以理解，从北京移民到内蒙古没听说过，所以他肯定不属于高考移民。高考移民的前提条件就是他是北京户籍转移到内蒙古才叫高考移民，他不是。其次说说他这个学籍造假的事情，造假这一点的确没问题啊，就是造假了。他在第8中学没有学籍，但是在第8中学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高考。但是我这里要讲一下，这实际上是一个制度之恶所导致的无奈之举，并不是这一家人在这个过程中间有意蓄谋造假，获取额外的利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履历，纳尔纳西在北京跟他父母长大，在11中学，按照规定他应该在高1的时候回到内蒙古去读书，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孩子可能从小就在北京长大的，那内蒙古那地方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他回去之后有没有人照顾，能不能适应？身为一个家长，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取舍的事情。我跟塞纳不是特别熟悉，纳尔纳西我也没见过，但是我在新闻调查工作期间，我有好几个同事就跟塞纳有着同样的艰难选择。我有个同事叫陈新红，他呢每年都做艾滋病的话题在我们新闻调查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编导。他就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临时工，他自己的孩子就是户口在贵州，没有办法到北京来。但他的儿子上初中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跟我讲，他说志安很麻烦因为孩子现在就面临选择，要不要回贵州去读书。如果在北京一直读到高3，他在北京不能参加高考。那么如果回贵州，贵州那边已经没人照顾这孩子了，这孩子都没怎么回过那个地方，谁来去照顾他？他能不能适应？当妈的心里头其实非常担心。他如果在北京一直读书，他只有一条路，就是把孩子送出国，不在北京参加高考。但是作为一个新闻调查的编导，也没有多少钱呢，所以万般无奈之下，陈新红后来在高1的时候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到了贵州。那孩子回去之后实际上适应的确实也非常不好，后来就只上了一个民办大学。这就是在北京一个中央电视台临时工自己在当年受到的一个艰难选择。实际上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制度之恶呢？因为这些人在北京都工作了几十年，但是拿不到北京户口。这些孩子就在北京长大，在北京无法参加高考。后来再过了几年，其实国家也出台了有关文件，这些在北京长期借读的外地孩子其实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只是不能参加北京的那个录取。他们在北京参加高考，但是用的是内蒙古的卷子，用的是贵州的卷子，这样不折腾这些孩子到原籍去参加高考了。但是这个制度是过后的几年才通过的。纳尔纳西在08年参加高考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体制，所以他的父母当时我猜可能是不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回到内蒙去一个人去上学，所以才让他到北京去一直读到了高3。在这个过程中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内蒙古的8中，伪造了一个学籍让他参加高考。但这不就是制度逼的吗？这孩子做错了什么？按道理来讲，如果让他在北京参加高考，就是拿一个内蒙的卷子，这个国家损失了什么？他占了谁的便宜？谁的便宜都没占呢。所以在我看来，这一点其实非常清楚，他就不是高考移民，他伪造学籍这件事情有情可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调查报告里也讲了，纳尔纳西在08年考试的时候考了449分文化课，专业课考了87分，而那一年上海戏剧学院的内蒙古的委培班表演系专业，他的这个内蒙古的委培班的录取分数是179分。这表演系是个童子功，你要练的过程中，文化课一般都不太好。那个所谓的其他的那个表演系的那个录取分数线都是100多分，并不是说这个委培班非常低。所以他这449分呢，在他这个同学里头是属于非常高的分数。说句心里话，他如果有北京户口，这449分，他考北京电影学院都能考得上，考中央戏剧学院都考得上。所以这个孩子显然不是一个学渣，而且学习成绩在表演系里头还算是好的。而且呢，现在人家也澄清了，当年他妈上的这个内蒙古的委培班，包括他现在后来又上的委培班，每一年录取的学生都是25个人，而且这个委培班一共是搞了12届，并不是专门为这母女俩单独办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个事实也澄清了，纳尔纳西其实上这个内蒙古的北培班也不是走后门。就算他个录取的老师是他妈当年的同学，人家449分也应该能上上海的戏剧学院的表演系啊。你录取分数只有179嘛，人家449你不录取啊？你总不能因为人家妈当年在这个学校读过书，人家现在姑娘考了449分，你都不让人录取，没有这个道理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纳尔纳西啊，当时在这个伪培班毕业了，没有回内蒙古。现在调查显示，当时把他的学位证和毕业证寄回到了内蒙，但是6月27号，这纳尔纳西呢就回到内蒙古说，他获得了挪威的留学资格，于是呢就把毕业证啊和学位证拿走了。这件事情就是成为了很多人诟病的地方。你看，委培你，按道理来讲，你应该回内蒙古工作啊，你没回内蒙古工作啊。但是纳尔纳西没有回内蒙古工作，有2个情况，我觉得需要说明一下。一个是2011年啊，这个塞纳呢，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把自己的户口转到了北京。转到北京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孩子是在校大学生，可以跟父母随迁，所以纳尔纳西的户口也转到了北京。按照委培班的规定，委培班的学生户籍是不转的，就留在内蒙古的。但是这纳尔纳西上学期间，户口已经转到北京了。那么他委培再回到内蒙古，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人家毕业的时候的确获得了挪威的一个学校的录取，可以留学。我想将心比心问问各位，如果你们自己的孩子上一个委培班，毕业的时候他可以到国外去留学，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的孩子回到委培那个地方，还是让他去留学呀？我想说的一点，委培也好啊，定向也好啊，这都是人生过程中间的一个特定选择。但是任何一个特定的选择都不是卖身契。我们每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啊，可能对人生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规划都不一致。我当时想上委培班，这是我当时的考虑。但我毕业的时候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应该允许一个人反悔，应该允许一个人退出。委培不是花了钱吗？我们只要把钱给你返还过来，你就不应该妨碍一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自由选择，这不是比所有的委培呀、定向啊更重要的价值观吗？是他当年是以内蒙古的委培生的名义上的上海戏剧学院，那么这个时候他如果违约了，这违约交一笔钱不就行了吗？总不能逼迫人家现在有挪威选择的资格，还让这个孩子回到内蒙古去服务吧？我觉得这样一种要求太民粹了，太不近情理了。我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是关于我自己的故事。我大学毕业之后啊，曾经在内蒙古工业大学当老师。当时内蒙古工业大学啊，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嘛，它防止这些老师啊外流，所以对这些青年教师就专门制定了一个规定，就是所有的这些老师如果想考研究生，只能考在职的，不能搞社会统招。但是我们当时这些青年教师啊，凡是有点能力的人都想离开内蒙古工业大学，都想离开内蒙古，所以都想通过考研究生的方式离开。所以学校制定了这么一个规定，这规定还规定了啊，如果你要是在职考上研究生，硕士你要不回来要赔4万块钱人民币，博士如果不回来赔9万块钱人民币，如果你读完硕士再读博士，加起来要合计赔13万人民币。大家知道我们当年在内蒙古工业大学的工资是多少钱吗？一个月，我当时啊，我记得啊，我读研究生那一年，我大概一个月360块钱，也就是一年我全部收入4000块钱左右，4万块钱就相当于我10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其实内蒙古工业大学制定这个政策，并不是为了要我们的钱，它是制定了一个我们根本赔付不起的标准。后来呢，我不是考上了北京大学吗？毕业之后呢，我就没回去，我就进了中央电视台。所以我非常感激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可以不要户口、不要档案，就让我去央视工作。而我很多当时内蒙古工业大学的那些同事啊，毕业之后也没回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要户口，不要档案，就不要了，就走了。那么我在央视工作那几年啊，央视不要我的户口档案，但是要求我的原所在单位定期给我开一个条子，说同意王志安在中央电视台协助工作。我去找内蒙古工业大学开这条子的时候啊，他们就刁难我，不愿意给我开呀，就希望我回去工作啊，我就没搭理他们。所以我呢一直就希望把我的档案呢从内蒙古工业大学拿到北京，但是啊，
他就要求我赔4万块钱。这4万块钱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出得起了，但我觉得不合理。为什么？我在职期间一共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也就拿了1万多块钱的工资，那你现在要让我拿4万块钱，凭什么？后来有一年，内蒙古工业大学出了点事儿，就他们那边青年教师他出现抄袭了，焦点访谈的记者到那去采访，那焦点访谈的记者跟我是朋友同事嘛，那当他去采访的时候，内蒙古工业大学吓坏了，那校长、党委书记天天陪着记者吃饭呢，那就希望这个焦点访谈网开一面吗？我当时呢就跟这焦点访谈的记者打电话，我说你去内蒙古工业大学采访了是不是？你跟那个校长说一声，说你们长期刁难王志安的档案，拒不让他的档案调离到北京，你们这实际上属于其实对这个焦点访谈的工作不配合。我们的记者在吃饭的时候就跟那校长说了一句当然不像我这么说的。那校长一听说还有这种事情，难道我们内蒙古工业大学还要刁难一个焦点访谈的记者工作吗？赶紧查一下。一查，果然我的档案在那儿，他们刁难不放。那校长说马上处理。结果那节目播完之后，我那同事就跟我讲，他说志安呢，说好了，你回去办你的档案吧。我就回到内蒙古工业大学了。他呢让我交2万块钱的罚款，就不交4万了。我觉得2万块钱还比较合理，对不对？因为我在那个地方3年读书期间，他给我发了3年的工资，就1万多块钱嘛。后来我就交了2万块钱的罚款，又把他分配给我的房子退回到学校，离开了内蒙古工业大学。这就是当年我在内蒙古工业大学的故事。按道理来讲，我是内蒙古工业大学的在职的研究生，我必须回这个学校去工作。但是我毕业之后，我有了新的选择，我不愿意回去了，我是违约了，违约我承担代价不就行了吗？谁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规定就是一个卖身契呢？所以我觉得纳尔纳西当时作为一个委培生，我不知道他交没交钱。我看网上说了，有人说他交了10万块钱的违约金，如果没交的话，这件事情不妥；如果他交了违约金，我觉得这事情没毛病。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在我看来，自由选择本身这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观。我们过去曾经签过什么样的合约，我们签过什么样的合同，如果我们有新的选择了，我们就按照这个合约的退出条款执行就好了。所以在我看来其实整个纳尔纳西的事件跟那协和4+4跟那个董希颖的事情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那是一个公权力的寻租，而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的前途，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能够做一个更好的教育选择的结果。就比如说他在北京11中戒毒，有人就说了，你看北京的11中是海淀区的6小强。我想请问，在中央电视台，他父亲是一个新闻调查的制片人，虽然不是一个权贵，但在这个社会中间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难道他的孩子必须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上学，你们才觉得合理吗？难道他必须跟农民工的孩子一起上课，你们才觉得这公平吗？我如果是一个父亲，我自己的孩子在北京戒毒又没有学区的考虑，我肯定尽我自己的所能，让我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说句心里话，这11中在北京并不算特别好那最好的学校那是人大附是北京4中他爸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上到最好的学校这有什么错呢？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面对公权力的时候大家尽可以质疑，但是对一个普通人的努力，一个普通父亲面对自己的孩子那种艰难选择，其实我们应该多抱有一些同理之心，多抱有一些这种同情的这种感情。一个人可以质疑这个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同理心，那么这种质疑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种同理心是我们这个社会进步中间更重要的底层逻辑。人与人之间如果失去了这种善念，失去了同理之心，我们还有一起共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吗？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是为纳尔纳西洗地，随你们便。在我看来，纳尔纳西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是愿意为他洗地，不是因为塞纳是我的前同事，而是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属于一个正常家长为自己孩子争取的正当权利，仅此而已。好。
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因为我们班是定向委培的，是有剧团定向接收的所以都是会有工作的，直接就是公务员的那个铁饭碗，就不在外边鬼混了3年回来了嘛。回来以后，在学校当助教。网络持续关注纳尔纳西，并不是对其身世和家世穷追猛打，而是其中反常的操作赋予了公众无穷的想象空间。当普通人还在为高考奋力拼杀时，是否有人早已打通定制化的升学路径？在此过程中，网络上充满了各种真假难辨的传言，但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至今没有任何官方机构表示对此展开调查。当网友的满腔热情